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。这里是贵州兴义的万峰林下的纳灰村。昨天从罗平来到了这里，这里也曾经被称为中国10大最美的乡村之一。昨天在云南罗平的金鸡峰村欣赏了美丽的油菜花。晚上老板推荐了去灵仪寺看日出，一大早就爬到了灵仪寺这里的山头。有点可惜，云层有点厚，日出没有想象的漂亮。就我个人的感觉和体会，在这里看日出日落都要去金鸡峰村里面的那个山峰，效果应该比这个灵仪寺的要好。看完日出，吃过早饭，准备去网友推荐的万峰林，直接在路边截了一辆去兴义的小巴，35块钱。接着坐公交车，中午就到达了万峰林。这是我第2次到万峰林，上一次来这里没有住，但是感觉特别好，所以这次准备过来住一下。万峰林景区是个4A 景区，这个景区比较特别，景区里有3个村庄，虽然在景区，但是去这3个村庄可以不用买票。需要买票的是从山上看这3个村庄。如果你还没听明白，就跟着我在这里玩2天。现在我开始往村庄里走，估计大部分来这里住宿的人都是自驾，因为从景区入口到村子里没有公共交通。本来想提前预定一个民宿，让民宿老板接我一下，后来放弃了，想边走边看，觉得走累了或者看到哪里好再找住宿。现在是3月初，正是万峰林最美的季节。跟着我来，一起徒步，看一看这个美丽的村庄。虽然刚刚过了油菜花的盛开期，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油菜花。万峰林这边也属于喀斯特地貌，山形比较特别，也都是一个一个高高的小山包。看看，恐怕徒步去村庄的也只有我一个人吧。其实徒步走到村庄也没有那么远，最近的2公里，最远的4、5公里也差不多。关键一路上都是风景，走一走是多么惬意的事儿啊！看看这一片油菜花海，多漂亮！远处的山也那么美。花田里还建了一个小风车，随便走进这花丛中，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儿。这里拍出的照片是多美啊！
远处的白房子就是纳辉村的民居。这里的纳辉村分为上中下3个小村落。徒步进村的好处就是可以慢慢的找一些没人的地方，好好的欣赏拍照。这个应该是小火车的轨道。3月初像这样的油菜花在万丰林里还有好几处。纳辉村是个布依族的村落，这里很多大领导都在这里视察参观过。远处的山就是万丰林，生活在万丰林下的纳辉村的人们真的太幸福了。而且这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也是一处世外桃源。其实贵州兴义这里交通还是挺方便的，而从兴义市区到万丰林景区入口也有专门的交通车。现在还有不少桃花。走到这里，我将近走了3公里多，感觉这里风景不错，基本也是走到了下纳辉村。想着在这里找个住宿休息一下。路边这一家叫香旮旯，进去看一下。很干净的一家民宿。房间的设备都是还比较高档的，100多的价格，老板给我升级到了这个房间，立刻就决定住下了。休息片刻，骑上了老板家的电瓶车，继续在村里转一转。先去了最远的万佛寺。据说这个万佛寺有历史年头了，后来经过了重建，位置非常好。这里还建了一个大宝塔。这个万佛寺建在一个峭壁洞窟之中，里面不让拍照，外围看一下。继续到村子里逛一逛。走在田野上，感觉还是很美妙的。我住的地方属于下纳辉村，吃饭还是比较方便的，价格也很便宜。这里路边还有不少桃花。怎么样，这个村子美不美？
不愧为中国10大最美乡村吧。明天带大家转一转这里真正的付费景区是什么样子。明天见。这是贵州万峰林下夏纳灰村的早晨，从阳台上就能够听到田园里传来的鸟鸣。早晨出去散个步，虽然村子里没有看日出日落的好地方，但是清晨来散步还是很好的。往田间地头走一走，看看远处那山连山的影子。这里面都是农民的菜地，除了油菜花，也种很多自己吃的用的。田间还有几棵梨树、桃树。这就是真的。好香，太香了。前面是大榕树，也是夏纳灰村最中心的地方，准备去那儿吃早饭。感觉今天上午有点阴天。清早赶集卖东西的村民，这里的东西还是很便宜的。昨天吃了一碗这里的蛋炒饭，据说非常有名。不过早饭我还是喜欢豆浆、油条，村口还真有一家。吃过早饭，继续散步。多美的田园风光啊！尤其是早晨，空气特别清新。路边有一个白色小房子，准备上到房顶上看一下。应该像是个酒吧餐厅，没有人。上去看看。没想到房顶还挺有特色。如果是白天，这里应该是大家喜欢的网红打卡地吧。
不过现在刚刚8点多，没有游客，在这打坐不错。准备返回民宿。前面的大榕树下有一座古桥，有位老奶奶下到了河边儿。多么安静的田园风光啊！所以来万峰林一定想办法在这个夏纳辉村住一晚。我昨天还问了房东，这里交通不便怎么办？他说不开车的他可以接送。这就是我住的民宿，房东要开车带我去景区入口，坐景区的观光车去，还特意把我的车窗擦干净，便于拍照。从下去万福是从寨门那里下去。感觉这里的房东非常的好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这些接送都是免费的。是咖啡馆吗？老板还特意从几个村中传过。是中央2台啊，其实是财经频道有电台也是在这里直播。我也趁机和老板套词。我拍的东西质量不亚于他们，就追看我的人就是因为我这个质量特别高，那种啊，我都是纯美的风景片，然后会介绍一些小攻略。我这个可能得明天后天才能做，没错，到时候对你也看一看，对。油菜花里拍照的大姐，马上到景区入口了，准备坐景区的交通车，让大家看一看这里收费的景区是什么样子。请继续关注。在哪站停啊？现在来到了万峰林景区，门票70，景区交通车50，一共120。他们是专车，山上总共6个停车点停着拍照啊，拍完照沿车沿坐，记住咱们车号名3号车。万峰林景区的门票70块钱，6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。景区交通车50块钱，交通车走一个大环线，全长17公里，其中前8公里都在半山腰上。这8公里是景区交通车的专用道路，私家车不允许开。如果不坐景区的交通车，你就要徒步至少10多公里。这是第一个景点将军峰，就是下面最高的那个山峰。停留5分钟，开往下一个景点。万峰林被称为中国最美的5个峰林之一，属于国家地质公园。现在来到了第2个观景点，众星捧月。现在还是有一点阴天，通透度不太好。不过下面绿油油、黄灿灿的田园还是挺美的。确实从高处往下看，景色不一样。
现在开往第3个观景点儿。这个观景点叫锦绣田园。从这里看下去，小山村非常的美。其实上一个视频开车从那些房子里经过了，但是从上面望下去，这个村庄太美了。这下面的村子是上纳辉村。这条观光车道上是不允许飞无人机的。现在开往第4个观景点儿，这里叫做八卦田。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一个八卦图的形状。这个景色只有从上往下看才能够领略到。我昨天还特意走到这个八卦田的区域，确实看不到什么端倪，但是从上面看景色就不一样了。这时候突然有一些阳光了，看看远处连绵起伏的万峰林，再看看下面这幅八卦图，还有那一片片白色的小村庄，难怪这里被评为中国10大最美的小山村了。坐锦交车游览万峰林，最好的时间还应该是上午，因为这时候是正光，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。如果是晴天的下午，在这里拍照，逆光非常的不好看。当然，如果在这里拍日落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所以坐这个景区交通车其实是挺别扭的，因为游览一圈就1个半到2个小时，很难在一天的时间内既拍到正光，又拍到日落。据说景区门口早晨没人查票，所以如果想一天2次来这里，可以一大早趁没有上班的时候进来，因为最美的风景基本就在2-3公里的地方，徒步过来并不累。现在开往的是第5个观景点，这个观景点叫66大顺峰。看，就是远处这6座山峰。下面这个村庄就是下纳辉村，看见下面那个大榕树了吧？我就是住在这个村子里的。
看看现在完全是晴天了，下面的田园明显变得明亮起来。据房东说，在这里观景9月底是最好的季节，秋高气爽，还可以看到一些薄雾，宛如仙境。现在开往第6个观景点。这个观景点叫登高而悟，领悟的悟，就是左面这个高高的小山头。这个山头一共有99级台阶，登上去看一看。这时候天气也非常的给力，确实太美了。右面半山腰上的路就是景区交通车的专用道路，而下面这些村庄是不需要收费的，你可以从景区入口那边直接开车或走路进去。下面3个村庄都有民宿，像我住的这个民宿，老板都是可以免费的从景区入口那里接送，景区门口都有通往市区和其他景点的公交车。很多人问我进景区徒步行李放在哪里了，因为我这2天没有带行李，所以只背了一个背包。行李让前几天一起自驾的朋友带回昆明了，因为反正我还要回昆明。这就是今天景区交通车的6个停车观景点，其实还有其他2、3个观景点，但现在因为维修关闭了。我特意看了一下，第6个观景点就是那个登高而悟99级台阶，离景区入口5公里。现在经过的这个拱门石桥有个检查站，这里会查票。而出了这个检查站，后面就是往村里开的道路了。后面的这些路程就不需要查票了。也就是说，后面这段路程都是景交车从村子里穿行，大约8公里。中途再没有观景点停车点了。不过我因为住在村子里，和司机说我要停在大榕树那里，司机说是可以的。现在又回到了熟悉的村庄，坐在车里的人们可以慢慢的欣赏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美丽的村庄。不过中途都不再停车了，所以如果你想慢慢的享受这个田园风光，还是选择在村里住一晚吧。这个景区交通车120块钱，时间大概1个半小时结束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景区的120块钱花的值不值呢？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做一下的。毕竟从高处看到的风景是更加特别的。而且50块钱的景区车，17公里的路程，
在这里，我让司机放下了我。一会儿，房东将带着我去附近的万峰湖。我对这个万峰湖还是挺感兴趣的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万峰湖的景色吧。